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周末，方卓准时出现在市体育馆的篮球场上，运球、转身、投篮，动作一如既往的干脆，眼神却总是不经意的往看台上瞟。这一个月来，看台那个固定的位置上总坐着同一个人，可今天都这个点了，那里还空荡荡的。方卓心里泛起嘀咕：今天他怎么没来？难道生病了？可昨天他还来了呢。正出神间，队友的一记传球飞了过来，方卓没反应过来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球结结实实怼在了他的脑门上。方卓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。队友赶紧跑过来，方卓捂着嗡嗡作响的脑袋，眉头紧锁，缓了好几秒才忍着眩晕摆摆手：没事，怪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。方卓，你怎么了？不远处跑来一个人，正是刚才让方卓走神的那位。队友见状赶忙解释：我刚才传球给他，却砸到了他的头，不好意思。陈野原本焦急的脸在看向队友时瞬间冷了下来。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，你这个准星怎么不用在投篮上，偏偏往人脑门上招呼？你……队友被陈野的一句话噎住了，面色一阵青一阵白。陈野，你别这么说，不怪他，是我自己走神了。方卓虽然把错揽在身上，陈野还是嫌恶地瞥了一眼那个已经满脸内疚的队友。等他转过头看向方卓时，又立刻换成温柔的眼神。打到头了，我不放心，还是带你去趟医院吧。不用，我真没事，我下去坐一下就好了。队友还在旁边搓着手道歉：不好意思啊，方卓。没事，休息一下就行。方卓安慰道：走，去休息一下。陈野不由分说地揽住方卓的肩膀，带他来到场边并排坐下。方卓小声埋怨：你干嘛把他熊成孙子？以后大家还怎么相处啊？好吧，我下次注意一下，但医院必须去，看了才放心。不用。方卓嘟着小嘴：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我肯定会来的，之前有点突发状况耽搁了，所以迟了会儿。哦。陈野凑近了些，声音里带了点戏谑：你刚才是在等我？我才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方卓眼神乱飞：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别紧张。谁紧张了？我可没有。还是跟我去趟医院吧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今天你甭想一个人待着了，晚上我也得陪着你，万一有个什么事也有个照应。啊？方卓被他那句晚上陪你吓了一跳，心跳有点快。那还是去医院吧。陈野的嘴角不着痕迹的略微上扬。方卓跟队友交代了一下：方卓，我也陪你去吧，医药费算我的。队友想弥补：不用，我会送他去。陈野站起身，眼神恢复了那种拒人千里的冰冷。方卓跟着点了点头：让他送我就行，没事的。那行吧，但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。陈野很细心地陪在方卓身侧，步调也为了方卓而放慢了速度。几个队员小声嘀咕着：那人到底是谁啊？说话这么嚣张，听着就让人生气。听方卓说，那人跟他一个学校的，最近每次训练他都在上面坐着，看样子跟方卓关系不一般。去医院的路上，坐在车上的方卓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，直到车子稳稳停在了某医院的停车场，方卓睁眼下车，才发现这并不是市里的那家公立医院。他愣了一下，这地方他听说过，是家私立医院，八卦新闻里经常出现他的名字，不是哪个大明星在这里生孩子，就是哪位商界巨头在此调养。其实我这就是一点小伤，没必要来这么高级的医院。错，脑袋上的问题都要认真对待。陈野绕过车头，站在他面前，语气不容置疑：尤其是现在高三了，你也不想白白奋斗3年，最后因为这点意外出岔子吧？你别咒我啊。方卓小声嘀咕：走吧，这儿我有熟人，别担心。陈野示意他跟上。要是换个人说这话，他多半觉得是在吹牛，但这话从陈野嘴里说出来，他就自然觉得是真的。方卓跟着陈野走进医院，上了2层楼，往右拐进一条狭长的走廊。陈野熟门熟路地往前走，最后轻轻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，脑袋先探了进去。陈医生，您在呢？是你小子啊，快进来。陈野和方卓前后脚走了进去。方卓走进去，看见一张办公桌后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老先生，他留着灰白的胡子，这胡子一看就是特意留的，形状是修出来的，有讲究的。鼻梁上架着一副挂有细细银白金属链子的圆框眼镜，看起来很有威严。老先生看见方卓有点意外：爷爷，这是我同学，打球被撞了头，您给瞧瞧。爷爷，这是陈野的爷爷。爷爷抬眼从眼镜框外瞅了瞅方卓，目光凌厉，
哦，那孩子别在那儿戳着了，坐这儿来，让我瞧瞧。方卓老实巴交地坐过去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老医生的手看起来有些干枯，但按在他头上那几下却很有力。疼吗？有点儿。那这儿呢？疼疼疼！方卓疼得缩了缩脖子，他瞥了一眼老人胸前的名牌，上面写着3个字：陈景和。有没有恶心、想吐、想睡觉？没有。老医生检查完毕，在病历本上快速划拉了几笔，又填了个单子递了过来。骨头没事，但这儿肿起来了，先去拍个 CT， 拿了结果再回来找我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爷爷，我陪他去。去吧。陈也陪着方卓来到放射科，等待区的人不多，两人并排坐下，等着医生叫名字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陈也侧过头，眼神直直地看着他，表情透着关切。方卓不敢回应陈也的目光，因为上一次被人这样关注，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。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他一时有些无所适从。在家里，他习惯了被父母忽视；在学校，他成绩平平，除了长得白净可爱点，似乎没什么特别的闪光点，所以在学校也一直是个小透明。可现在，眼前的这双眼睛已经粘在他身上1个多月了，这种关注，这种待遇，他已好久没经历过。除了不知所措，他的目光还让他心跳莫名加速。感觉好多了。方卓回答的时候低着头，看似正欣赏着自己上下颠着的腿和脚。你别紧张，我会在这儿等你的。陈也低声安慰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方卓依然没抬头。客气什么？你饿了吗？一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方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又赶紧摇了摇头。我看你这头确实撞坏了。说了半天，你这是同意还是反对啊？陈也半开玩笑地逗他。又咒我。方卓终于忍不住抬头瞪了他一眼。陈也轻笑一声。那你倒是回答我，你到底是饿还是不饿？方卓沉默了半晌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不喜欢我对你好？我要是说好，总觉得又让他得逞了；要是说不好，又觉得与事实不符。谁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好？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陈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语气有几分认真。如果哪天你真烦我了，直接告诉我，我会走开的。别这么说，说的好像我多冷酷似的。方卓顿了顿，语气软了下来。我就是觉得好像欠你的，但我不知道该回报你什么。哦，原来是在纠结这个，那你就没必要在这儿内耗了。陈也靠在椅背上，神色舒展开来。一切都是我乐意，我做的这些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回报。方卓不确定这话是不是陈也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才故意说的，但他确实觉得心头一松。果然，真的不能带着偏见看人啊！这家伙表面看着冷若冰霜，可做起事来却让人心里暖暖的。暑假已经过去了大半，唐玉成的房间里，电风扇来回摇着头，却只把一阵阵热风送到3人面前。窗外蝉鸣聒噪，更添几分燥意。哎呀，总算做完了。方卓发出一声如获新生的感叹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。然而，一只修长的手伸过来，将一张新的卷子轻轻附在了他刚刚做好的卷子上。方卓一脸苦相地抬起头：“玉成，你行行好，让我歇会儿吧，我脑子都要炸了。”累了。陈也呢？陈也把笔往桌上一拍，懒洋洋地往后一靠。我也累了。唐玉成低头看了看表，那就歇10分钟吧。才10分钟？对，就10分钟。唐玉成丝毫不为所动。方卓撇了撇嘴，疑惑地看着他。玉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虽然咱们都在做题，为什么都没见过你抱怨过一句？你是铁打的吗？习惯了，学习是为了自己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啊？方卓夸张地张大嘴巴。这个假期我可一次都没出去玩过，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陈也看了方卓一眼。要不然明天咱们出去玩一次，你们要是同意，我来安排。真的啊？方卓的眼睛瞬间亮晶晶的。我想去游乐场，好久都没去过了。方卓和陈也同时转过头，眼巴巴地盯着唐玉成。唐玉成抬眼看着面前的2个人，只见他眉毛微蹙，表情略显严肃，憋了半天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游乐场是干什么的？”啊？真是个土包子。方卓从椅子上站起来。游乐场就是有云霄飞车、海盗船、鬼屋的地方啊，你不会一次都没去过吧？算了，你这么解释，他也未必懂。行，你俩都给我闭嘴！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，去也行，就当换换脑子吧。哦耶，要去游乐场了，开心，真开心！